左手无上大脚蹄，右手无上大药瓶，能奶能辅又能坦。人送外号乔胡子，草帽团性能最全面的战神，同时也是草帽团天赋最高的伙伴。虽然是胆小3人组的一员，可有时他是真敢上。明明赏金只有1000倍利，却天天打着上亿的架。乔巴的进步速度和天赋实际上比自家船长都离谱。路飞从小就跟着卡普训练，出来冒险又有雷利凯多这些师傅教导，吃的还是幻兽系的人人果实，而乔巴压根就没有这些人辅助，吃的是一颗段位极低的人人果实老百姓形态。不过通过自己的开发，已经可以变身9种形态。以驯鹿的年纪来算的话，他现在才2岁，在跟着草帽团之前，实力只能在新手村待着，也就真是宠物级别的战斗力。不过在经历了大大小小数百场的战斗之后，乔巴开始了质的飞跃。目前的他已经能够参与到高端局的战斗了，并且遇到4皇这种级别的强者也能短暂交手。现在我都有点担心毒 Q 的安危，作为乔巴未来的最终对手，他能不能扛住乔胡子2招都是个问题。除了战力方面的提升，乔巴在船上的作用还有很多。说他是属性全面的战神一点都不夸张。不打架的时候是路飞的胯下坐骑，伙伴们冷的时候又充当暖宝宝，罗宾休息的时候还可以是抱枕，听不懂兽语的时候又能当翻译，船长饿的时候就是应急粮食。而乔巴含金量明明很高，却只有1000倍利，让很多人都费解。其实主要原因是海军有个福瑞控波头之人王，就是他一直在托关系控制乔巴的赏金，所以导致乔胡子总被忽视。罗杰海贼团全员能力公布，30名船员果实能力者只有2人，但3色霸气高手却多达5人。船长戈尔蒂罗杰3色霸气俱全，巅峰时期1招神臂击飞玉田，2招打败巴雷特，3招战平白胡子，是史上第一位征服伟大航路的传说，也是一直活在每一集开头的男人。副船长兼船工冥王雷利，3色霸气俱全的海贼王右腕，曾用霸王色吓退过4皇黑胡子，而他的体术和剑术更不容小觑，仅一指就挡住马尔科的小奥义，甚至与大将黄猿交战数个回合不落下风。剁手银斧贾巴，海贼王罗杰的左腕，凭借一把双斧令新世界的海贼们闻风丧胆，有着极其丰富的战斗经验。据传言他的霸气比雷利还要强，或许贾巴会是路飞在巨人国的第2位师傅。水手桑贝尔，罗杰海贼团唯一的鱼人，身形高大，武器是一把钢叉，但他最擅长的是体术鱼人空手道。船医库洛卡斯不仅医术高超，实力也很强，他拥有狩猎海王类的惊人技巧，耐力也超出常人，经常在拉布的胃酸里游泳。狙击手比塔姆，千万不要被他滑稽的外表所迷惑，百发百中的狙击能力甚至可以击落数公里外的目标。瞭望员多林格背后长着一对蝙蝠翅膀，是一名擅长空战的高手，看站位应该是和马尔科对战过，估计也是个实力很强的家伙。特殊战斗员玉田拥有聆听万物的能力，3色霸气俱全，剑术方面的造诣更是受到白胡子和罗杰的认可。可惜出去周游世界一圈回家什么都没了，要是他能快些回到和之国，或许凯多和大蛇也不会笑到最后。战斗员巴雷特，人称魔鬼后嗣，也是一位3色霸气俱全的体术高手，同时也是果实能力者。巴雷特的天赋只能用恐怖2个字来形容。巴基评价他的实力与雷利势均力敌，而那个时候的他才只有17岁。战斗员诺兹顿是一位力大无穷、身高超过10米的壮汉，能徒手拦住乔兹的钻石冲撞。要知道青雉和老沙都无法捕捉乔兹的速度，可见诺兹顿的反应和力量有多逆天。战斗员芋头是一名在新世界小有名气的剑豪，凭借出色的剑术加入罗杰海贼团，每次战斗都站在最前面，开战的时候也是第一个冲上去和敌人交手。情报员莫莫拉，有人说这家伙就是摩根斯，因为帽子有2处细节十分相似，并且摩根斯是果实能力者，我们现在看到的只不过是他的新天翁形态。战斗员眼龙，罗杰海贼团唯一的拳击手，年轻时曾参加过新世界格斗大会，并且拿到过冠军。战斗员米雷派恩，身穿北欧围巾风格的小老头，武器是一把流星大铁锤，看起来也不是等闲之辈。实习船员红发，拥有持平世界第一剑豪鹰眼的剑术，并且3色霸气俱全，甚至超过了船长罗杰，是仅次于乔伊波伊的存在。实习船员巴基，4分5裂能力者，唯一一位拥有霸王色运气的男人，也是唯一一位名字不能倒着念的强者。剩下的13名船员都只能算是船上打杂的，没有什么过人的能力。总体来看，罗杰海贼团的整体实力并不均衡。别看草帽团打败了凯多和黄猿，又戏耍了吴老星，实际上他们和红发团的差距仍旧很大，尤其是船员之间的实力。红发海贼团的整体战力毫无疑问就是所有海贼团里最均衡的，船长和副船长都是3色霸气俱全的强者。据传言，2人的实力平齐，属于双黄配置的团队，而每个船员也都是各个领域的顶尖精英，有咆哮怪嘎布、神射手耶稣布、武器专家本香、肉弹坦克拉基路、2刀流剑豪斯内克、空战大师莱姆琼斯、一拳组合冰质猛士达，他们全是新世界赫赫有名的高手，这也是为什么红发团会被海军用铜墙铁壁来形容。反观草帽团就不一样了，先不说船长路飞和海陆空3大主力，就说其他成员，出海都2年半了，已经打败这么多的强敌，到现在连武装色和见闻色都没学会，霸气可是进入新世界的门槛，人家功夫海牛自己都能误会武装色，
作为四皇团的干部，不会霸气真有点说不过去。甚至胆小三人组到目前还不能单挑中将，与飞六包这个段位的强者打更是没有还手的余地。他们2年前还能和 CP9 正面交锋，当时每个草帽团伙伴都发挥出了自己的优势。草帽团内部现在可以划分4个实力阶梯，路飞独一档的存在，海陆空3主力在第2梯队，弗兰奇布鲁克罗宾在第3梯队，胆小三人组在最后一个梯队。草帽团10位伙伴之间的实力参差不齐，强的很强，弱的很弱，这就导致他们的整体战力难以对抗其他4皇团。其实2个海贼团的副船长和船长之间也是有不小的差距。索隆目前还没办法碰瓷贝克曼，后者可是尾田钦定的海贼王里战斗智商最高的男人，而且3色霸气都会，甚至能稳压大将，这些索隆目前都还做不到，除非在巨人国再经历一次升级。至于路飞，虽然把尼卡果实成功觉醒了，但他在霸气方面的运用显然还不是最顶级的。路飞之上的霸王色高手确定有2个人，一个是乔伊波伊，另一个就是香克斯。巨人族说的已经够明显了，红发的霸气也能做到覆盖整座岛屿，震倒中将。路飞显然是没有达到这个水平，所以2人在霸气的开发上还有一定差距。他年仅8岁就当上4皇团的3把手，被凯多视为自己的接班人，实力猛，名声响，但胜绩却为0。他就是输过、菜过，却从来没怂过的靠船王杰克。有人说他是海贼王里最勇的男人，2天打3仗，别管对面什么阵容，有时杰克是真敢提着脑袋往前冲。面对再有大将藤谷、前任元帅战国以及传奇中将贺的舰队，就这阵容，凯多来了也得掂量一下自己有没有那个实力。杰克倒是一点没怕，甚至没有丝毫的犹豫，直接就叫小弟把船开过去。虽然被揍得很狼狈，但面对那种阵容还能击沉2艘军舰，后面又活着逃了出来，不得不说杰克还是挺有本事的。可能他自己也是这么觉得，于是拖着满身的伤去左屋，准备杀了相主。杰克这波操作给罗杰都能整不自信，叠最后的甲，挨最毒的打。虽然被相主一鼻子秒杀，但杰克是真肉，就这还只是轻伤而已，肉体防御至少也有黄级了。要不咋说是凯多亲自挑选上来的心腹。杰克8岁的时候就开始跟着凯多，由于头铁做事忙，实力又出众，加入百兽团没多久就被凯多提拔上来，所以打架还需自身硬。从凯多和进的嘴里经常能听到夸奖杰克的台词。事实上他俩一直都很看好杰克，凯多也是重点培养他作为自己的接班人。在他被猫狗联手击败后，凯多立刻护在杰克的身前，还安慰道，不是你弱，而是他俩太强了。这也是为什么杰克做任务屡屡失败，却从来没有受到过责罚。杰克的样子5大3粗，看起来像是挺大岁数，其实他只有28岁，还是个年轻小伙子。在他这个年龄的时候，很多我们现在看到的大佬都还在新世界没闯出名堂，所以杰克的天赋其实很恐怖，说他是天才都不为过，只是遇到的对手都是更强的存在，所以才把他衬托的有点弱。以杰克的表现来看，实力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，3灾这个位置绝不是他的上限。伊姆之所以能打败乔伊波伊成为统治世界的王，全是靠这5大绝技。第一个绝技顶级攻防，从萨博和他之前那次交手就可以看出伊姆的防御有多逆天，面对革命军2把手的对脸输出，直接很轻松的就给化解了，还反手就把萨博打成了重伤。这可能只是伊姆的一个平面而已，能把姜黄之下第一人打成这个样子，可见伊姆的攻击和防御恐怕真就是新世界最顶尖的存在。第2个绝技不死不灭，我严重怀疑乔伊波伊并不是被20国联手打死的，而是最后被伊姆熬走的。乔伊波伊吃了尼卡果实也还是人类，寿命就那么几十年，而伊姆获得了永生能力，他不需要动手，就跟乔伊波伊比谁活的时间久就能赢。第3个绝技古代兵器天王，伊姆曾用贝加庞克制造的母火种作为能源装置，启动了能够毁灭世界的天王，绚丽火柱接连倾泻，生灵俱灭，地毯式轰炸一轮接着一轮，直到整个国家岛屿被火光吞噬殆尽。这就是海贼王目前为止含金量最高的大招，毫不夸张地说，就算被称为最强生物的凯多，也很难在这灭世大招下存活。这绝技拥有6颗恶魔果实，前几话确定了吴老星身上所有的能力都是伊姆赋予的，包括长生不老以及每个人的幻兽系果实。伊姆体内应该只有6颗，不然早就打造一支幻兽系能力者军团了。他分给吴老星每人1颗，自己留1颗最强的。第5个绝技高级霸王色，在伊姆杀死萨坦并收回所有能力的时候，船上爆发出了一股蔓延船体4周的黑色雷电，强大霸气把中将们都掀翻了。显然这不会是萨坦临死前的最后一丝倔强，而是伊姆解除契约后隔空暴击的霸气。虽比不上乔伊波伊的霸王色，但至少也是和4皇红发同一个水平。他的速度碾压黄猿，拥有海贼王里范围最大的 AoE 技能，一招小奥义媲美古代兵器天王。如果不是因为出场太早，现在肯定也是个4皇。而他就是神艾尼路，一个被尾田强行雪藏的男人。在2年前的无霸气前期版本，艾尼路就是天花板战力，并且含金量还在随着版本更新不断升高。伊姆现在拥有的灭世武器不过是艾尼路2年前完剩下的。所谓数百年才使用一次的古代兵器天王，还需要利用贝加庞克的母火种才能启动。一击灭岛的能力看似逼格很高，破坏力很恐怖，实则也就艾尼路一招小奥义雷霆就能达到的效果。所以在果实开发方面的天赋上，
艾尼路并不比路飞差，就单说这个流于灭世能力，现如今也没有一个人能用出如此大范围的招式。他还利用响雷果实的能力结合剑舞色，开发出来了能够覆盖整个岛屿的星网，实时观测岛上人们的一举一动，读取目标的想法。不过艾尼路最棘手的还是他那离谱的速度，黄猿的速度也很快，但他需要射出光束折射，借此形成一条轨道实现光速移动，特别容易被敌人抓到前摇。艾尼路的速度不需要任何触发条件，直接就能闪现到敌方身前打一个措手不及。使用果实对战的情况下，艾尼路是有能力和将黄级别的强者一较高下的。至于他那被海米们饱受诟病的体术也并不差。回看空岛篇，艾尼路也是和山治路飞两人有过几场肉搏战，与战鬼瓦帕交手数个回合也是占据上风。瓦帕的体术可不弱，是最能验证艾尼路肉搏能力的参照对象。漫画扉页里，艾尼路甚至不需要吸入氧气，在月球上顶着极端温度都能存活。尾田曾经在 SBS 上可是对艾尼路的实力进行过吹捧，他下了青海会是个非常大的麻烦，赏金至少5亿起步，这还是2年前顶上战争那个时候的定价。当时能达到这个赏金数字的海贼少之又少，如果现在他重新回归的话，只需要打上武装色和霸王色的补丁，就又会是一个具有极大威胁性的强敌。国外海迷票选海贼王10大经典名场面，第1名实至名归，第10名路飞开启5档形态，震撼世界的一幕，领悟至高境界的太阳神尼卡，这就是最胡闹的果实，让全世界的人们绽放笑容的能力。第9名罗杰与路飞梦想的交织，和之国篇封神的一集，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，这究竟是梦想还是宿命？或许正如雷利所说，一切偶然皆是必然。第8名微微送别草帽团，无法超越的经典，永远的伙伴标志，曾一起携手拯救的标志，就算不能一起战斗，微微依然是草帽团的伙伴。第7名罗宾的呼喊，本以为孤独会是他一生的选择，直到一道光照进罗宾的世界里，那一天突然出现了可以保护他的伙伴。第6名艾斯之死，海贼王里永远的意难平，总有一些人的离去会教会我们成长，我相信在他那如烈焰般炙热的一生中已无遗憾。第5名索隆牺牲自己救路飞，以凡人之躯承受神明痛苦，这就是副船长的觉悟吧。如果连船长都保护不了，还谈什么野心？如果你的朋友没看过海贼王，那你给他讲的第一个故事一定是关于索隆，是说想回桑尼好，最难吃的饭送给了最爱的2个人。这一刻我看懂了尾田是真懂男人的浪漫，山治还是那个最温柔的骑士。第3名娜美的泪水，一个喜欢风车的女孩被来自风车村的男孩所拯救，2年前含金量最高的名场面，有多少人看完后眼睛里进了克洛克达尔？第2名克拉松最后的笑容，手术需要安静，所以那个少年的生命里遇到了温柔又安静的克拉松先生。第1名梅丽的葬礼，有些告别总是猝不及防，这艘不起眼的小破船承载了草帽团最初梦想的起点，也承载的是所有海迷的青春。我很想知道，到底什么样的结局才配得上这一路的颠沛流离。